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那么大家平安。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运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我们的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运成好，大家好。好，首先来看到呢，现在美中的贸易战打到了科技战，现在连农业都要打了吗？这个是川普在接受60分钟的专访的时候呢，被主持人问到说，现在中国渗透了美国的部分电网还有供水系统，而川普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同时也在监视他们。他说呢，这个美国的情报单位显示说，中国已经渗透了部分的电网还有供水系统，甚至窃取了美国的智慧财产权还有民众个资，还购买美国农地。那中国究竟是个多大的威胁呢？川普说没关系，他们监视我们，我们也在监视他们。好，但是现在呢，中国这个新闻传出来就很妙了。他说呢，现在呢，晶片农业呢，似乎呢有被外运的情况哦。这是中国的国家安全机关近日发文，称境外间谍情报机构呢，以高价利诱国内人员非法搜集并外运亲本种子，企图要窃取被视为农业晶片的粮食基因资源。而这个亲本种子是杂交实验中使用的第一代核心种源。属于大陆禁止出口的农业资源，种业安全呢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不过说到中国大陆，它最厉害的绝招，当然还是它自己的内需市场啦。我们来看到，中国只要不买这个美国的大豆，哇，美国人就已经急得跳脚了。而现在呢，说这个美中贸易战已经达成了农产品的贸易协议共识，但是好像又不是这么说哦，因为《纽约时报》称呢，目前尚不清楚农产品贸易是否需要重新谈判。此外呢，中国是否恢复大规模进口其他美国产品，像是棉花、高粱、坚果也未可知。怎么会这样呢？当贸易战变成了粮食战，哇，那个美国可能是损失相当的大哦。我们来看到这一张图深红色呢就代表说这个是农出口损失，这主要都是集中在南部还有中西部。那这些南部、中西部大部分都是共和党的票仓，也就是川普的票仓。其中呢，我们来看到大豆高粱还有牛肉，一时之间是很难找到替代市场的。所以呢，这些农产品只要没有地方出口的话，那他们就会没有地方卖，也就拿不到钱了。农民是相当的可怜。那除了稀土之外呢，现在中国手上呢还握有了另外一张王牌，不是农业，而是所谓的药品供应。美国的抗生素呢，以及多种关键药品的国内生产能力大幅下降，大约的半数原料都是依赖中国的。而《中国处方》一书的作者就指出了，现在美国国内已经无法从头到尾生产任何的抗生素，重建供应链会非常的艰难。好，不过现在美国呢，他是认为我们还是能够用科技的方式去压制你们中国。但是贝森特他也说了，他希望呢这个依赖中国稀土的部分呢，可以尽量的脱钩，否则呢，我们可能会再次面临这个中国的威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课征关税的手段来去进行这个贸易战。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贝森特也说中国是个不可靠的伙伴，必须要摆脱对中国稀土的控制。那么在稀土的部分呢，控制是一把剑，美国要加以摆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原本说好了这个 Blackwell 晶片，这个辉达可以去出口到中国的，现在似乎川普又改口喽。他说这款刚推出的 Blackwell 晶片呢，领先其他所有晶片10年之久，但是我们不会把这个晶片给其他人用。这跟之前黄仁勋说的似乎又有出入了，好像又变了。结果现在怎么样？辉达又赶快来喊话了。他说中国已经在抛弃美国晶片了，必须要想办法让他们去继续依赖美国的技术。他说AI 领域规划上面要着眼未来，要让中国市场继续保持对美国晶片的依赖。如今呢，中国企业正在抛弃掉辉达晶片，如此反复下去，那么美国将会失去中国这个国际层面最大的单一市场，并且呢，将市场拱手让给中国的本土企业。好，非常的明显，美国的盘算中国也知道，所以他认为长痛不如短痛，我们自己去发展晶片。但是在农业这个部分呢，难道这个去购买美国农地也是一招吗？我们来请教我们的亮哥。购买农地，美国已经有一些州已经禁止了
我记得是德州嘛，那佛罗里达可能也会跟进所以这个是老话题了啦这个我觉得这个美国电视的主持人是相当不用功所以你不要把这个当一回事了实际上这些议题美国人都知道，可是真的会造成美国的威胁是非常有限的啦不过美国现在的问题在因为中国是人口多嘛，所以它很多项目都是最大买家那美国的问题就在于它很难找到一样数量的买家比如说大豆，中国大陆一年买1亿3千万吨你美国哪里去找这种买家？那现在只是跟你讲，未来3年承诺一年买2500万吨，美国就已经快跪到地上感谢你了。请问你2500万吨你可以卖给谁？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大陆这样喜欢用榨油，还有吃猪肉嘛，所以没有人会像你这样买嘛。喝豆浆，高粱也一样哪一个国家在用高粱做酒就中国人在做高粱酒是的牛肉也一样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啦，除非你自己减少生产数量，不然你这个世界市场就是这样嘛。可是美国却没有这种商品，说这个非你一定要跟我买不可，那个除非都是科技类，对，科技类，不然中国很容易找到其他市场来取代你比如说牛肉，我跟阿根廷买就好了，对不对？或者跟巴拉圭买大豆我跟巴西买，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美国很难有筹码了那至于那个芯片我坦白讲我认为那个 Blackwell B30这个议题，从头到尾都是黄仁勋自己在制造的。我到现在没有看到中国有一个官员提到说他要这个芯片，我没有看到。即便是中国的商界，我也没有听到。我认为中国大陆目前已经铁了心这个 GPU 就是要发展中国自己的生态系统。我怎么可能再回去买你的 NVIDIA 因为那个 CUDA 就是一个生态系，中国大陆就是不要用嘛。我怎么可能又回去？虽然没有做了，领先好几年了可是这个就是黄仁勋痛苦的地方因为中国的市场对 NVIDIA 来讲，大概价值150亿美元，这其实蛮高的你未来可能会市占率就逐渐这样下降那个辉达目前占中国的市占率还有52%，可是华为已经到25%了。你几乎可以预期了，它一定会一直下降，一直下降。因为我觉得这个已经铁了心了啦。那这个最大的损失当然就是 NVIDIA 嘛，不然请问你要卖给谁？你的芯片你要卖给谁？因为这个就是要做大量的人工智能的应用的场景的商品，你才会用到这么多芯片你要卖印度吗？印度没有这么大的需求所以我跟你讲，这个美国人到最后都会害到自己了，因为你就是没有赚到中国市场的钱。那中国接下来你的竞争对手，他就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是基本款而且中国做出来的芯片一定比美国便宜，他可以到外面去吃你的市场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基本上只要是川普跟贝森特在国内讲的话，都是胡说八道啦什么 Blackwell 领先中国10年，你自己去问黄仁勋这个就是川普自己在自嗨嘛，或者是贝森特，他说稀土我们 G7 2年就可以追上，你自己去自嗨啦，没有人这样看这个问题啦，连高盛都认为美国需要10年才可以完全发展出稀土的完整的供应链，生产出足够的数量，还有培养出足够的稀土的工程师跟团队。所以我跟你讲我觉得美国现在的悲哀就是川普政府每个人对国内都在说谎，
这一次是让他们完全是跪在地上，拜托中国买大豆，拜托中国给稀土。事实上就是这样啊，所以全世界都认为美国输了嘛。因为我就延缓你1年嘛，你奈我何？所以川普就把本来扬言要征的180%关税取消了，301调查取消了，然后那个50%的股权的穿透性调查也取消了，你根本没招嘛。其实这个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了，他只是回来要自嗨，那美国媒体记者又不用功，所以就所有的那些人都在那边自嗨啊。可是专家看得很清楚，你就是输了啦。那大豆跟稀土就跟2把利剑一样，悬在你的头上。你以后要打科技战，那我稀土就再出来啊。你以后要打贸易战，我大豆就不买啊。美国根本没有招啦。就是越打之后自己的牌就越来越少，因为中国反而就越来越不依赖你了吗？好，苑教授。那个川普啊，跟那个莫迪学了银学了。昨天白宫公布一份报告里面就讲说美国大胜了美国大胜，我觉得非常好笑。里面绝大多数的话，其中他讲了4点当中，有最好笑的一点就是说他认为说是中国已经取消了4月份以来所增加的关税。我一看懵了，我塞整个主持都完全倒过来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川普还算是讲了一句实话了就其实。川普自从他承认 G2 以后这样讲说我们 G2 马上就要开会了但是呢，他里面强调就是说，美国要监视大陆，大陆一定会反监视，因为他们基本上的这种谍报工作是平等的我必须强调。那这个平等的概念呢，从在这个韩国的时候呢，这个贝森特的嘴巴里说出来的时候，他其实很不爽。贝森特原来就强调说是我们要基于尊重以及平等的原则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非常奇怪，从美国财务中党的这么骄傲的人，你看贝森特那个长相，在看人都是那个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对他来讲的话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说这句话的同时，没有得到稀土的保障，他自己放出来的消息说这个稀土的管制要延1年之后，根本连商务部的法律都没看，商务部要11月8号才开始现在都没到。他这种情况下来讲，他自己过度紧张，所以为什么大家在评论上，我们看到国际媒体都在讲说中国赢得了里子，美国赢得了面子那我们一看到这句话，心里就明白是里子重要还是面子重要？你要那个面子干嘛？当然要那个里子。所以贝森特的话呢，他接下来觉得说，这个中国本身讲的话对他来讲，他自己放下豪语，他说2年后我们不再需要中国的稀土。我为了这个问题，特别跟我们学校的物理系专门做稀土磁铁的教授聊了一下，他的估计是10年就像刚刚亮哥讲的，我看法了再增加3个因素，一个是技术一个是人才，还有一个是环境成本我认为20年你都不一定能够搞到取代今天中国的稀土的供应。最主要的原因是贝森特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在发展稀土的时候，中国就停下来让你发展。这个工业的发展是中国在发展的时候，美国是停下来让中国发展。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大部分都在搞财经嘛，所以说这个稀土本身就放弃了。但是中国的话呢，在发展日新月异的结果下，就做了非常长远的进步。另外讲到黄仁勋讲话，我认为黄仁勋讲话才是真正的威胁到国家安全的为什么呢？因为黄仁勋他用的字说，我们把我们的 NVIDIA 的这个芯片卖给中国，让它增加对美国科技的依赖性。你一讲完这个话，前面有卢特尼克讲的这个话，说我们只卖给中国这辉达4级芯片，大陆就不要了。你现在讲要增加中国对于美国科技的依赖性，你这个不就是泄露了国家的机密吗？你应该要讲说，我们要扩展中国的市场，让中国来超越我们。这样的话呢，中国觉得还有利可图。你现在增加了依赖性，你就说我给你一群毒药或者给你的鸦片，你要不要抽？那开什么玩笑这怎么可能？所以黄仁勋这个人的话呢，就是两边都不是人就长得像我们的样子的话呢，得罪美国人然后呢又因为长得像我们这个样子的话呢，也得罪了中国人，他讲的话就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够说增加依赖性对不对？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依赖性讲的不是他的 Blackwell 的芯片，讲的是他的CUDA 的生态对不对？那如果这个CUDA的生态的话呢，大家都记得当年为什么这个 Microsoft 的那个软体要让你用盗版的，让你很便宜的使用，就是要让你像吃了鸦片一样，吸了毒一样，离不开它。这个叫生态，大家要了解。黄仁勋把这个大秘密公开的说出来以后，那怎么可能买你的芯片呢？就是再惨也不会买
黄仁勋实在太诚实了，是这样子吗？张将军你怎么看呢？我认为那个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农业晶片呢比较有兴趣，因为中国大陆一直在做农业改良。我们现在看那个荔枝啊，我去买那荔枝啊，到那个水果店一看啊，跟现在的荔枝跟那个高尔夫球那么大，怎么那么大？都改良的。我说荔枝从来没吃过那么大的，改良的跟高尔夫球那么大，真的现在已经有了。还有我们知道龙眼呢是夏天，对，那龙眼夏天呢，现在四季都有龙眼，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季节性，就跟你要吃芒果那是夏天嘛，现在四季芒果，四季龙眼，现在冬天也可以吃龙眼啊。哦，现在变成这个样，就是农业改农业基因。那中国大陆最近有比较成功的就是他把那个水稻跟竹子，因为竹子跟水稻都是它的染色体 DNA 都是12对，两个一杂交之后，现在变成水那个水稻啊，变成竹稻米，竹子跟稻子拼出来，因为竹子是最大的草本，我们认为竹子长好大的木本植物，不是，竹子是草本植物，稻子也是草本植物，两个一杂交成功，将来它那个以后不用水田了，因为它的竹子根很深，虽然是须根，因为有轴根跟须根，须根它扎得很深，下面不要水，它下面抓下面的水，所以又不会倒伏。它现在一公亩大概1亩是200坪，现在产1000多公斤啊，1公吨多那我们一分地是294坪，293点多了，我们294坪来看，那这样的话，将近可以产到1.6到1.7公吨啊，小小就这样子。然后它里面你要经过化验之后，里面还有微量元素，而且还不会那么快变腐败。哇，太强了！是这个样它既然竹子跟稻杂交成功，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美国就需要我们讲的这个就是农业基因呐。那以后四季的水果都会出来，你到水果店去看，因为我常常去水果店一看，哎呦，怎么这些东西好像跟以前所看到的不一样，变大了。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农业基因。然后我们先来看这个美国现在这个大豆啊，找到了中国大陆的这个买场，因为中国大陆在去年2024年向美国买了2700万公吨的大豆啊，所以大豆变成美国非常依赖中国大陆的寡占市场，因为他买的多，平常的其他的国家买个100-200万吨就不得了了。美国卖给中国大陆2700万公吨去年，所以现在来看，那这个大豆市场的稳定价格在哪里？变成中国大陆在决定，因为供需决定价格。如果供过于求，那价格就要下降；如果供不应求，那价格要上升。那现在那个中国大陆要开放美国的这个大豆的市场之后，那美国大豆市场的价格就回来了。要不然的话是供过于求啊，在美国要求救于中国大陆，希望开放市场，一买之后价格就回来了。所以这样来看的话，美国在这方面对中国大陆农业的这种市场的依赖度，我认为没办法改弦易辙，还是要大量依赖中国大陆的农业这个消费。这样子看起来，这个美国的农民真的是在这场贸易战来说，真的是牺牲最大的。好，另外我们来看到在美中两强之间呢，亚洲各国似乎也是在两强之中来夹缝求生存呢。不过最近呢，中韩的关系似乎有很大的进展。来看到呢，这个是见完习近平发文，李在明他说中韩是搬不走的重要近邻。他在官方脸书上说呢，这个透过会议，双方同意全面恢复韩中关系。并且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再次携手走向务实合作、共利互赢之路，好，意义深远。另外习近平呢也跟这个JYP 的创办人罕见同框，他是一个娱乐产业的一个负责人嘛，所以呢现在就被说南韩的议员就说，难道这是有可能限韩令解禁吗？或许呢这是一个很大的契机，让 K-pop 文化可以全面的进军中国有这么容易吗？我们知道呢，他这个限韩令啊是之前因为这个韩国部署萨德系统，所以导致中国不满意，全面封杀韩剧啊，还有韩团嘛。但是现在渴望解除吗？好像没有这么容易耶，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川普他同意南韩造核潜舰，那么纽时就分析说，南韩呢已经结束平衡外交了，他是更倾向美国的，这是的表示说，过去呢南韩在美中之间维持的平衡外交已经实质上结束了。不止南韩呐，现在日本他也考虑呢要引进核潜舰哦，这个是日本的
内防长他是说，不排除所有的选择，将评估提升嚇阻力与因应能力必要的对策。好，另外我们来看到啊，除了这个日韩之外呢，这个印度呢，现在呢似乎它的态度也是偏向美国哦，因为美印是签署了10年的国防框架协议。这是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跟印度的国防部长在东协防长扩大会晤之后呢，说啊，美印已经签署了一项为期10年的防务框架协议，重点呢是放在资讯共享还有技术合作。那希望呢能够在南海来维护法治。说到这个南海，就是很针对中国大陆了嘛。那这个前印度的总理也说呢，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印度倡导在印太地区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并非针对任何国家。另外呢，印度也要扩大这个稀土磁铁计划3倍哦。它这个目的呢，似乎就是要来减少这个印度对中国稀土材料的依赖。像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他说这个印度计划要加稀土磁铁制造计划规模近5倍，要达到700亿卢比以上哦。同时要资助这个磁阻马达的研究，有利于减少印度对稀土材料的依赖。但是啊，最近这个范斯的一句话，竟然是让这个印度裔的美国人炸锅了吗？我们来听他是怎么说的。My wife did not grow up Christian. I think it's fair to say that she grew up in a Hindu family, but not in a particularly religious family. Do I hope eventually that she is somehow moved by the same thing that I was moved in by church? Yeah, I honestly do wish that, because I believe in the Christian gospel, and I hope eventually my wife comes to see it the same way. 才说到印度跟美国的关系变好，结果范斯这么一搞，可能又变了。因为这个言论呢，就被这个印度裔还有印度裔的美国人都骂翻了，认为范斯根本就没有尊重妻子的宗教选择，还暗示印度教低人一等。好，不过呢，大家都靠向美国，但是纽澳现在好像不愿意乖乖听美国的话哦。来看到啊，现在呢，纽西兰的移民局11月3号公布说，今日起，中国的护照持有者如果从澳洲入境的话，可以有效的持有澳洲旅游工作学生和家庭签证，就可以免签的入境纽西兰，最长可以停留3个月。好，这是这个对中国公民入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政策。另外呢，澳洲也说呢，要向中国供应对超高音速飞弹以及其核子计划至关重要的关键产物，要来对他们供应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澳洲呢，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耗生产国，占中国耗进口量的41%。那耗对北京的高音速飞弹还有核子计划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如此哦，澳洲甚至还允许了中国公司成为西澳2座矿场的主要股东，而且还提供它优惠贷款来帮助其投资生产哦。那我们就可以想见了，这个美国在印太方面的发展，似乎还是有中国很大的一个对峙吗？那这个接下来中国的跟美国在印太方面的比较该怎么去进行呢？我们请教亮哥。本来李在明上台，大家就预期中韩关系会比较好一点可是李在明也非常谨慎因为韩国的民意就是50-50嘛，一个反美一个亲美嘛，就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李在明一上台就去美国拜访川普，对不对那他也必须要面对关税战的压力所以我觉得韩国处理美国还处理的比较不错比如说去美国投资造船业，对，然后现在川普也同意核子潜艇可以建造那中国大陆我认为它本来就大家就预期应该会好转因为韩国的出口有24%是到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其实韩国企业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非常的大比如说三星还有海力士，那在中国投资记忆体嘛，那规模都非常的大大概都是500亿美元的规模，一个在西安，一个在无锡嘛那中国大陆也把它视为重要的这个半导体的伙伴那我认为韩流的逐步解禁是有可能的可是为什么李在明很谨慎说你不要乱讲因为不会一下就到公演不会了。因为公演中国大陆就比较谨慎它可能会让你在电视上恢复播出韩剧还有歌唱可能会慢慢恢复了
那因为这个当初是绑了那个萨德飞弹的议题嘛，那议题现在还是无解啊，对不对啊？可是我认为大概就会稍微好一点，至少相对于高市早苗啦。我认为中日要回暖难度非常高，非常的高啊！尤其高市早苗对这个习近平所讲的那个春山富士的谈话，对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的表态，我认为他没有过关啊，所以难度比较高了。所以比如说中国大陆说希望中日韩 FTA 的问题可以来谈哦，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啊。那至于这个核潜舰啊，我坦白说了，没有核弹头的核潜舰没什么用啊。所以我觉得日本跟韩国大概都是2步走的方式啊，就想办法先有核潜舰再说啊。因为核潜舰的那个核燃料的动力啊，浓缩度大概要求是65到70之间，我至少先走这一步吧。那因为它又不是核武国家，核潜舰目前有6个国家有，都是核武国家。就是你如果没有核弹头，其实这个就没什么用啊，你只是不用浮上水面，要加燃料这样而已啦。我觉得日韩就是2步走，终极来讲就想要变成核武国家。我觉得他们心里的盘算一定是这样啦啊，因为核弹啊，你的核燃料的浓缩度大概要90，那反正先走一步再说吧啊。我认为2个国家一定是这样想，你去想一想，它周边啊，中国啦、北韩啦、俄罗斯啦，都是核武国家。那现在美国又不一定可靠，对，我要不要抓在自己手上？我觉得大概是这样想啦。那至于印度啊，印度反正讲什么话，你都先打9折啊。我讲的是可信度只有10%啦，先把9折去掉了。这个都是自己在那边胡说八道嘛。你印度在南海，你又不是当事国，你凭什么要给人家去影响南海啊？你印度洋保得住就不错了啦，反正随便他讲啊。那我倒是觉得，稀土这个澳大利亚是美国必须要担心的问题了。我认为澳大利亚大概奥班尼斯这个党应该是想清楚了，他就是要跟中国修复好那个经济的关系啦。你看他最大的公司必和必拓，到最后都同意30%第4季的采购要用人民币。这个坦白讲已经突破了很大的框框了啊。因为必和必拓大股东是美国人呢。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大概知道没有办法了。因为它32%的出口是中国大陆，你怎么可以不处理？而且澳大利亚其实它对美国的这个出口也其实没有很多，但是还是被美国课征了很多的关税，对，真的是莫名其妙。好，我们接下来请教苑教授。对，我觉得韩国的 K-pop 文化啊，这几年因为萨德的飞弹，所以导致说是这个中韩关系的降温啊。我记得降温的开始，有一次这个韩国的那个 K-pop 在跳舞的时候，5个人当中跳，那5个人头上都蒙了个圈啊，所以我就知道大事不妙了哈。那么大家要了解啊，这个 K-pop 的文化一时为之惊艳，但是久了以后啊，大家可以去注意看一下，目前大陆的演剧界里面的发展啊，就不比这个 K-pop 的文化差了。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那个新鲜感已经没有了，韩国错失了良机了。原来的话呢，我觉得韩国的文化对跟这个台湾的文化也是错失良机，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很容易被大陆吸收。你现在对于大陆来讲的话，我们很少有新的艺人在大陆非常红的了哈。最主要原因就是说大陆自己人也出来了，而且长期来讲的话呢，如果你的态度基本上表现的，哪怕是只有那50%的话呢，有反中的情节，但是韩国的反中是非常严肃的，非常严重的。那个李在明都要透过这个公权力来让大家不可以公开这样子反对啊，而且就是制造出非常多的争端了。到
今天都还没结束啊。那尹锡悦出庭的时候，在旁边有他的支持者，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可以了解到韩国这边的情况来讲的话呢，那当然了，我必须坦白讲了，李在明的做法是比高市早苗好一点了，因为高市早苗的话，他就是2招嘛，对不对？一个就是参拜靖国神社，另外一个就是拍美国马屁嘛。美国马屁拍完了，但得到什么呢？我很怀疑啊，我很怀疑日本的话呢，就是日久见人心啊，路遥知马力啊。那个美国本身来讲，对于韩国会因为他马屁拍下去而有什么好感的话呢，我还真的是蛮怀疑的啊。但是这个韩日之间的话呢，要取得核能潜舰的问题的话呢，我就是想到核能潜舰不是有一个不扩散公约嘛？啊，那怎么现在大家都没人提这个了？啊，奥库斯的话呢，美国也答应要给澳洲搞这个核能潜舰，但是这个核能潜舰的话呢，就是像那个亮哥讲的话呢，基本上的话，他们想说是先发展这个核能潜舰，再发展导弹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情况变得非常严重。啊，那我自己在天主教大学读的书，我针对范斯讲的话让大家了解一下啊。这个天主教跟这个基督教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哈。天主教的话呢，它是强调家庭的了啊。这个话啊，我不喜欢范斯这个人的，不喜欢他讲的每一句话。但是对于这件事情，我让大家了解一下，他自己会觉得说，那个夫妻之间，天主教的话很重视家庭，而且的话他有家庭的传统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跟这个基督教是属于个人信仰啊，比较不太一样啊。天主教的话呢，我原来啊，如果说不是因为对于家庭的要求的话呢，我们那个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啊，有非常多的机会都加入天主教，但是他说要全家人一起信教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范斯讲了这句话的话呢，应该也是可以理解。那印度人的话呢，印度人非常特别，我跟你讲，印度人对于自己的国家民族骄傲感呢，真的是超过所有的人平均，超过美国加中国加俄罗斯啊，再乘以10。啊，那印度就这么骄傲，真的是很难理解啊，真的是很难理解。但是印度本身的话，拿不出表现，又要强调自己的民族骄傲感啊，那个时候，印度都被英国殖民了300-400年了。我那时候我一个印度同学就是提到英国，还是啊露出一个很不屑的精神，就觉得我们的文化啊，印度的文化讲起来到底多少年了？起码也有2-3千年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印度人的不高兴，那确实是可以理解的了。好，接下来我们请教张将军，现在这个南韩已经结束平衡外交了吗？对，我认为南韩要这么讲，他现在呢就是经济跟军事脱钩，军事当然靠美国，因为你看那韩国的一些相关，韩国现在美国驻军韩国24000多人，到顶点的时候28000人，对不对？一驻军从韩战到现在为止70年都在驻军，你对这个驻军常年驻军对这个韩国的政界有没有影响？当然影响非常深远嘛。现在韩国的这个朝鲜半岛坐在指挥权不是属于李在明韩国总统，不是，是美国所掌握，这很清楚。第二个，韩国的这些武器装备啊，包含这个 F-15K、F-16K， 也包括了 F-35，通通是买美国的。韩国自己做的黑鹰战机 FA-5动、FA-50呢，还有外销哦，它外销到马来西亚，外销到菲律宾哦，它这样的。它的发动机奇异公司的。因为韩国做不出发动机，像美国买发动机自己做黑鹰 FA-50战机，是这样，完全靠美国嘛。那现在他为什么要向美国希望能帮韩国做核子动力攻击潜舰？因为北韩已经在做了，北韩正在做，他自己还会紧张，因为北韩的，但是北韩要做的是核子动力弹道飞弹潜舰，是这个样，弹道飞弹哦。那现在换句话，它的难度是更高哦。那现在这个南韩也要向美国，希望他也要做这个核子动力攻击潜舰。那这个技术一定要靠美国嘛？这个钱很贵的哎。但是韩国愿意缺得起啊，所以你看看他的军事上跟美国要走越来越近，但是经济上他靠这个中国大陆啊，他在去年2024年那个韩国跟中国大陆2个之间的贸易超过3280亿美元，而且韩国是享受的是出超，是享受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就赚中国大陆的钱，赚了350多亿美元，去年1年。那你看看韩国的观光客也要靠中国大陆来，世界上到韩国最多的观光客中国大陆，一年多少？一年大概450万，多不多？当然多啊，他要赚中国大陆观光客的钱啊。那韩国要去哪里玩呢？韩国也是跑到中国大陆去玩，为什么？你从韩国机场起飞到上海1个半小时就到了，那你要到其他地方你要坐很远呢，很久哎。在中国大陆一下就到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看看韩国要出国最近的就中国大陆去了，而且中国大陆非常多的这些省跟市，韩国够韩国去玩的了。所以你看看
所以韩国把这个经济就要跟中国大陆保持两，为什么？他要做生意要赚钱，他要强调的是这些市场，那当然要这么走啊。那军事所以很清楚，他就切割。所以韩国两边都不得罪，跟中国大陆做生意，然后跟美国之间的军事的互动呢越来越频密。这是他要走的路。我认为韩国在这一方面，短期之内韩国不会做大幅度的调整。好，接下来我们接着看到美国的部分啦。在川普主政之下，美债、美元还有美军的三位一体现在出现了问题了吗？我们来看到，首先是美债哈，就是本周的时候呢，也就是这个10月30号，这个联准会它利率决议的会议中呢，12名的票委中有2位是投下了反对。那米兰他主张降息50个基点，而其他的人是认为说呢，这个利率应该要维持不变。这种罕见的双向意向呢，是过去6年来首次出现的。因此呢，现在有一个债券之王葛洛斯呢，他就说啊，他在这个时候会去选择去做空10年期的美债期货，因为他认为不断膨胀的赤字还有美元走弱，让他对美债是持着一个悲观的态度。好，对美债悲观，那么美元呢？现在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美元是不断的在贬值嘛。那现在美国的官员也很担心，说北京在推动新兴市场在跨境交易中减少使用美元。那么阿根廷的经济部长卡普托上个月也是把美元化给排除在短期选项之外，所以现在呢，美国可能会去锁定阿根廷哦。所以美国官员正在讨论要如何鼓励新兴市场或者是边境市场的其他国家改以美元为主要的货币，借以反击由中国主导削弱美元全球主宰地位的行动，让频频爆发汇率危机的阿根廷呢，可能就会是他们锁定的首批目标之一。很担心美元会被去掉。那接下来美军是怎么样呢？美军就更惨了，因为我们来看到，在印太地区就只剩下1艘美军航母了。那12艘航母有3艘是在维修保养的，2艘在本土防御。那中东地区现在没有航母驻守，印太地区就只剩下尼米兹号孤军奋战。那现在之前也说了，它就是坠机了2架嘛。美军自认说全球的海军已经成为历史了，实际能够投入战斗的航母竟然是不足6艘。这个是美军、美债、美元3位一体似乎已经出现了状况。那另外呢，来看到啊，现在中国大陆的军事可以说是急起直追啊。这个在大陆的黄埔造船厂呢，似乎现在正在秘密的去建造所谓的半潜武器舰哦，这是在广州的一家造船厂，一款新型的3体船正在秘密建造中。这艘船的干舷很低，几乎是融合水面舰体和潜水艇的特色。主流的说法认为呢，这个是要建造一个半潜式的武器库船，也有人说它是无人机航母。好，不仅如此啊，可以看到这个卫星照片也发现了说，大陆的直时逆踪直升机似乎也是在研发当中哦。这个是由哈尔滨飞机公司的直20中型运输直升机正在进行逆踪改装版的开发工作。好，除了军事方面之外呢，科技上也很厉害，因为现在中国全运会圣火正在传递，结果他们是用人形机器人，还有这个无人驾驶车来上阵的。来看到这个是所谓的跨副人形机器人哦，它作为特殊的火炬手呢，在深圳亮相了，它手持了一个1.6公斤的火炬，完成了第2棒跟第3棒之间的传递。那么机器狗呢，也是成为这一次全运会吉祥物，交给火炬手。好，另外呢，在广州站也有火炬的传递加入了无人驾驶车接力的环节。该款无人驾驶车呢，是搭载了小马智行第7代自动驾驶系统的安霸王龙 Robot Taxi。好，我们来看到中国的这个科技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但是美国的内部矛盾还是很多。当然，就是现在美国政府还在持续的停摆当中，都已经进入了第2个月哈，所以川普似乎已经开始着急了，要取消冗长发言权。这是中时的报道说，川普跟共和党失算了。他们原本说这一次政府停摆多久呢？他们认为是几天而已，没有人才会超过10天。他们以为民主党人很快就会妥协。
节，明显的失算了。那么现在政府停摆，导致于食物券断炊了，冲击到了4200万人。那现在全美呢有590万个低收入家庭，它的能源补助停发，将面临一个没有供暖的寒冬。而同时呢，还有逾75万的公务员已经超过1个月都没有收入了，有人是穷到得要去变卖家当，去上网来筹款过活，甚至呢，现在这个美国政府停摆逼近史上最久，经济学家就说呢，这可能会是压垮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负面影响会迅速的累积，就像是雪球从山上滚下来，不断的积聚动能和质量一般。这个是经济学家的分析哈。美国政府关门不算是新闻，但是这次是史上最久。现在川普还撑得下去吗？我们先来请教亮哥。我觉得这个美债为什么大家不看好啊？那主要第一个当然是因为美国的财政赤字还在扩大啊。那第二个就是大家认为，如果不是美股撑着啦，你美元怎么可能不贬值啊？所以这两个，如果你预期未来是这样，那赶快去买黄金吧。事实上，黄金今天一开盘是跌的，后来又涨了。又涨了。我觉得现在只要黄金低于4000块啊，都可以布局了。反正你只要不看好美元，不看好美债，然后认为财政赤字难解，这个必然的逻辑嘛。而且你要知道啊，这个也不是我在讲。主要是因为人民币国际化有了新的进展，比如说金砖国家，他现在都明目张胆了，他刚通过决议，说本币互换，人民币是基础货币，金砖会议就通过这种决议，那可能影响的国家有185个，第二个就是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现在本来也躲着不讲，现在也明白出来讲了。说跟中国大陆的原油交易有一半要用人民币，这个以前他都不太给美国面子，现在都不管了啊。那你还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不是在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交易，那第4季就开始了，30%用人民币交易啊。这个你就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就是因为它的贸易的扩张嘛，那跟很多国家。为什么要透过第三方货币美元来做中介？没有必要啊。而且美元的汇率手续费都是全世界最高的。那人民币手续费都是比较低的，低很多啊。而且他现在也在推 CIPS 就是数位人民币的交易啊。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趋势你难以阻挡啊，难以阻挡。我们假设全球南方逐渐的都开始用。这个非美元来做交易了，那你还需要持有这么多美元资产吗？所以很多人都预期明年贸易的融资、国际支付人民币的占比一定会比现在高很多那美元支付会下降嘛，那就会使得各国的美元储备也在往下降。我认为美元储备。跌破50%，那几乎是必然的了。明年你就知道了啦。美国现在就一个市场撑着嘛，就是投资市场，股票市场，就是股票啦、期货啦、外汇啦，还有美债嘛。那如果连可罗斯都要卖美债，对，你怎么会撑得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啦。可是短期间内你也没有办法取代美元，可是它的占比会下降，大概是这样。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老债我要都已经出手美债了，美债现在的情况是如何？我们来请教袁教授。对，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好了，这个有关于这个联总会大家这个12个人的代表人投票原来他们都是经济学家经济学是有一定的规矩、规范、规则的。那么所以说呢，照理说呢，他们就不应该有不同的意见。那针对于美国经济看的是同一份的资料，做出类似的判断。那么现在的情况非常不一样。现在情况不一样的话呢，有3个因素了。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川普乱搞的结果是完全不理性
性导致的结果，就是经济学根本就没有用啊，大家完全凭感觉。然后第二个因素呢，就是说美国现在面对的情况下呢，长期以来的都没有工业的生产能力啊，完全靠财经，所以说呢，里面的光市场红啊，这没有用的。最主要的原因啊，就是你必须要有强大的工业实力来支撑嘛，对不对？然后第三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呢，对于美国来讲呢，原来的不叫利率是完全看你是不是有通货膨胀，然后做调整啊，这个叫做菲利普曲线啊，就是说是有关利率啊跟这个就业率的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来是应该有共识，但是没有达到共识。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最近都降了一码0.25%了啊。那看样子的话呢，年底可能也很有希望再降一次。那么这个降的理由当中呢，这个联准会的主席鲍威尔跟这个川普的意见不一样，川普骂他好几次，想要把他 fire 的时候，然后呢，他直接会硬杠回去。这也说明了美国现在的经济本身来讲啊，请大家稍微注意啊，美国经济学家一直是得诺贝尔奖的，但是美国实际上很多诺贝尔奖经济奖的得主都在骂川普，这个是确实是因为经济学本身的基础就是一个 rational choice， 就是理性选择，那的结果是这样子不行了。好，那另外的话呢，刚刚提到了美国强大了哈，我们照理说来讲啊，美国强大是美元、美军跟美国梦了啊，就大家记住哈，就是说美元、美军跟美国梦啊。那我们现在的话呢，美元的话呢，因为这个贝森特他说过，他要维持强势美元啊，最近一次降息，美元现在的利息是3.75%到4%，还算不错了。说句良心话，这个是大家说要买黄金的时候，黄金是没有利息的啊，所以说基本上的话呢，大家手上台湾人每个手上都或多或少有一点美元的情况下来讲，都会非常注意这个利息。那美元这个利息，你做什么生意可以稳赚4%，不容易的啦，对不对？一般来讲说，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啊，但是呢，美国的那个有关于这个食物票啊，我最早听到美国梦当中就是美国可以领到 food stamp。food stamp 就是食物票，那个所有留学生都可以领啊，而且美国的超级市场琳琅百目啊，所以大家一看啊，哇，就觉得你要买奶油啊，买面包啊，买什么都有啊，拿那个钱去买，所以说大家都会觉得说美国梦很好，但是我不晓得在美国这一次的关闭shutdown以后的话，美国梦还能够维持多久？但是美军已经不行了啊，美国梦也不行了，那现在美债的话呢，因为美元可能也不行了，所以美国真的衰落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怎么看现在的去美元化呢？我认为美元跟那个美军啊，它是在世界各地有影响力，其实还包括美国的科技。所以美国这个从2次大战称霸这个世界80年，但是我认为现在生锈了。你看美元到这个上个月10月21号，美元正式突破38兆国债，你看到没有？那它这个美元你这个美元当然就这个一定会这个下贬，美元就不值钱了。你这个国债，它现在30年期的这个国债息啊，大概是4.6%，4.6%。那你现在到明年的时候，明年就要去这38兆就要支付17000多亿美元，就是1兆7000多亿美元。你看看明年开张啊，现在马上再过2个月就2026年了。所以美债一直往上跑，怎么办？这利息都扛不过来啊。这个美国在全世界800多个基地啊，总共有175000人的驻军，但是现在人文费太高，海外加急，你这个搬家费、还有交通补助费，还有海外加急太多，所以现在川普要调整，要回来一部分，不然你就要养他们呢、住海外那个待遇是比在国内要高啊，哇，是这个样啊，所以他现在减少，那这样影响力是不是下降？还有科技，我们看到去年那个太空船猎鹰9号去救那个太空人，有没有搞了9个月？那